我娘打死我爹的那天，我在山里救了只受伤的狐狸，他说要以身相许。人，你要相公不要，我却嫌弃他了。我正好缺个爹，你做我爹吧。10年后，我长大了，可我不想嫁人，于是我又对小狐狸说：“我现在缺个相公，你给我当个上门女婿吧。”我爹总说自己怀才不遇，可他读书10多年，却连一首诗都做不出来。他最喜欢喝酒，背些附庸风雅的文章，喝醉了就开始打我娘，打我。在他想把我卖掉换路费去赶考的时候，娘忍无可忍，一棍子打死了他。趁着大晚上，将他拉到后边小山上埋了，坑很大，我娘早就挖好了。挖了许久，娘埋人的时候，我从不远处救了只小狐狸，摔断了腿，正呜呜咽咽的哭。我给他上药包扎后，就让他自己回家去。药上好了，你自己回家去吧，别再被抓住了。然而2天后，他却又回来了，对着我作揖：“人，你救了我，我愿意以身相许。”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过人类的话本子，上面写狐狸精对人类书生以身相许。唉，那都是书生做梦，哪来的狐狸那么傻，遇见个穷书生就要以身相许？不光要伺候书生一家子，还要给他赚银子帮他考试，那不是报恩，那是给他当娘啊！不过小狐狸非要报恩，说不报恩影响修行。我转念一想，便问：“你能变成我爹的模样吗？”小狐狸琢磨了一下，行。然后他还真变成了我爹的模样，只是神情不同。相比我爹那不耐烦的臭脸，小狐狸显得讨好又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怎么样，好吗？像吗？挺好。比起那个死鬼爹，我更愿意叫傻狐狸一声爹。我把小狐狸带到娘面前，她吓了一跳，顺手拿烧火棍子打过来。小狐狸疼得变回原形，抱着头在院子里转圈喊疼。娘知道了原委，斟酌一番，也是答应了。那你以后少说话，我让你做什么便做什么，千万别露馅。好。接下来，娘便带着我俩出门去卖豆腐。我爹不会赚钱，以前家里还有10多亩地，生计不愁。可他又要赶考，又要喝酒，花用太多，渐渐的便将地卖了。如今家里就2亩旱地，勉强种些菜吃，其他的花用全都靠着娘做豆腐卖。她一个女人，若是出去叫卖，不安全，还总有人骚扰，只能等生意上门，进项很少。之前叫我爹出去卖，他说有辱斯文，打了我娘一顿。现在有了小狐狸爹，便准备叫我俩出去卖豆腐，逢集便在集市上卖，不逢集便走街串巷。豆腐切的每一块都一样大，1块3文钱，我们俩只要收钱便好。小狐狸觉得很是新鲜，出门的时候蹦蹦跳跳，被我娘又一拳打在头上。你是读书人，走路斯文点儿。小狐狸只能学着书生模样，走得小心翼翼，还转头问：“人，行吗？”我娘扶着额头，有些无语。你得叫我娘子。还有，别学女子走路，要这样，迈开步子。小狐狸学了一会儿，才像样了些。我们3个出门去集市，找了个摊位。小狐狸蹲在车子边，双手撑地，紧盯过往的人，来一个他看一个，活像个看家小狗。我娘哭笑不得，找了板凳给他坐，不许他再那样蹲着，也不许蹲在板凳上。小狐狸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在板凳上，眼珠子紧盯路人，来一个盯一个。虽然看起来还是很怪异，但总比放菜好得多。有个男人在，麻烦事确实少很多。豆腐卖完，娘说下一次叫我俩出来卖，她天不亮就起来做豆腐，下午还能歇一歇。我不住点头说好。娘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卖。娘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旁边的小狐狸也凑了上来。娘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卖。我娘哭笑不得，摸了摸她的头。不愿意叫娘子，下次就叫夫人吧。好，小狐狸点头说好，自己也摸摸头，很是心满意足。之后都是我俩出来卖豆腐，有时候在集市卖，有时候走街串巷，有了进项，还没了败家子爹，家里的日子总算好了起来，偶尔还能吃些肉。小狐狸吃了红烧肉，很是高兴。山上都没有这么好吃的肉。这是猪肉，当然好吃啦。听说牛肉、鹿肉更好吃。这竟然是猪肉！小狐狸惊呆了，吃过饭就急忙上山了。到了大半夜，突然拍门回来，我跟娘出去一看，他旁边站着一头野猪。猪肉好吃。然而我娘还没说话，那野猪却狠狠瞪他，转头一蹄子踢在他头上，叫骂起来：“你个脏心烂肺的，叫我下来竟是要吃我！你给我等着！”猪跑得飞快，小狐狸捂着头，遥遥望去，真可惜。此话一出，那猪一个趔趄跑更快了，因为小狐狸爱吃肉，娘叫他好好干活，有了钱才能买肉吃。
我见他实在馋得慌，买了半只烧鸡给他解馋，鸡肉更好吃。小狐狸吃高兴了，随我上山砍柴的时候就去抓鸡，抓半天抓了一嘴鸡毛，他竟连只鸡都抓不住。我指着他嘲笑：“你可真丢脸，狐狸界的笨蛋。”小狐狸很是沮丧，我娘不忍心看他难过，买了许多小鸡仔回来养在家里。你好好养着，养大了便能杀来吃，还能吃鸡蛋。小狐狸吃了一回鸡蛋，觉得鸡蛋也是不错，便不敢偷摸吃鸡了。他整日里有空闲便去找虫子喂给鸡吃，要它们快些长大。小鸡太小，他抓的虫子太大，小鸡根本咽不下去，他便抓了鸡，掐住嘴硬给塞进去。亏得我发现的早，不然这鸡都要被他噎死了。你可真是个笨蛋！你这么笨，要修行多少年才能成仙？这么笨，上天去能干啥？小狐狸也不知道为啥要修行，只知道不好好修行，早晚要被天雷劈死。他说：“动物生出灵智来，每100年就要受一次天劫，德行有亏的都要被雷劈死。”他还羡慕地看着我：“人，你比狐狸幸运，唉，最起码不会每100年就被雷劈一次。我七老八十就死了，都活不到被雷劈的时候。你竟然这么小，50年后你就要死了！”他在院子里来回转圈，好像知道了天大的噩耗，糟心极了。再看我娘的时候，竟有些怜惜。还有30多年，他是说我娘还有30多年便要死了。我娘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，被看得莫名其妙。我赶紧捂住小狐狸的嘴，闭嘴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对我们人来说，50、60年已经很长了。人生这么苦，活那么久干嘛？那日之后，小狐狸勤快了许多。他看我们的眼神中有种长辈的慈祥感，不，更像是在看濒死之人的怜悯，真糟心。这天我俩在摆摊，来了几个书生。六兄，你一个读书人，怎么能在这儿卖豆腐？不过一块豆腐，你竟还收那1文2文的钱，真是有辱斯文。他们都是爹以前的狐朋狗友，说读的不怎么样，还眼高于顶。我拉着小狐狸高声反驳：“呸！我爹赚钱养家，堂堂正正，有什么可丢脸的？几位叔叔如果觉得豆腐不值钱，那便将我家的豆腐都买下来。放心，我家豆腐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”这几个人看着挺招摇，其实都没啥钱，他们不肯买豆腐，却喜欢指指点点。女孩子家出来抛头露面，真是不嫌丢脸。就你这样，也配自称读书人？我爹确实不配做个读书人，他不是生产还打骂妻女，而这帮人也不配。我们没跟他们争吵，他们说的没意思。过了一会儿便走了，其中一人落在后面小声问：“六兄，你拿到银子后可要快些，春桃姑娘可等着你呢。”等人走了，小狐狸转头问：“春桃是谁？他们是疯子吗？”是，以后见了别搭理。人真是奇怪，明明那么短命，不好好修行，竟还有空上街来管别家闲事。那些人可不就是管闲事吗？因为那几个人围着摊子，我们豆腐卖得慢了些。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，屋里亮着灯，娘却不在堂屋。我赶紧冲进门，发现娘倒在床上，邻居家婶子正在帮忙照看。如烟，你可回来了？下午有个叫春桃的女子来家里闹，说是给你爹生了个儿子，要你娘腾位置给他，把你娘给气病了。春桃竟是这么个春桃，你当爹了？那我得给孩子垒个窝。你还挺负责。垒个屁！孩子又不是你生的。我娘伤心的是，爹之前要卖了我，根本不是为了赶考，而是为了给春桃卖亲女儿养儿子。亏他想得出来，我也想明白了这一点。儿子这么重要吗？爹死的时候，那个孩子还没出生，根本不能确定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男孩，爹就可以把我卖到那种脏地方去，真是狠心。嫣儿，你别难过，你爹不是人，他谁也不在意，对春桃和那个孩子也未必有多少真心。娘还怕我难过，明明自己也在发烧，还要劝慰我。我抬头笑道：“娘，我不伤心，嫣儿有娘就够了。”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爹是指望不上的，他一次次打骂我们母女俩，骂我们是拖油瓶，又说我们是丧门星，连累他考不上，反正都是别人的错，他自个儿全是对的。娘养了几天身体才慢慢好起来，反正位置他是不会让的。我爹都死了，让也没得让。春桃是个着急的，在路上堵住了我们来闹，他直接往小狐狸身上扑，吓得他赶紧把人推开往家跑。春桃愣了一下，瞬间反应过来：“你嫌弃我不想负责了是不是？柳文才，你个混蛋玩意儿！我为你生了儿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
你知道我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吗？小狐狸急得边跑边喊：“那孩子不是我的，你别追了！”春桃觉得他是不想负责，更加气愤，直接追到家里来。柳文才，你没良心！为了给你生儿子，我这1年多都没生意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你倒好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怎么办？我一个做暗门子的，带着个孩子，我怎么过？他坐在院子里拍着腿哭，说自己没法过了。要是我爹不娶她，他就抱着孩子死在我家门前。我娘无奈出来说：“不可能让你进门，你就说要多少银子吧。”春桃说把孩子给我们，另外给他10两银子就好。我娘直摇头，那孩子不可能进我家门，我爹都死了，他不可能给我爹养孩子，即使家里需要个男人，他也不要。春桃怪我娘心狠，闹了好几天，不知道怎么着，有一天就改了口。给我20两银子，咱们再无瓜葛。20两实在太多，可我们也经不起他这么闹。小狐狸毕竟不是真的人，平日里糊弄糊弄人还好，春桃仔细瞧，总能看出不对来。而且那确实是我爹造的孽。我娘想着这是最后一次给我爹收拾烂摊子了，眼下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跟春桃说好了10天后先给他一部分，剩下的慢慢给。为此还给他写了个欠条。晚上娘磨豆子的时候，还是把我爹骂了一遍又一遍。人都死了，还给家里留下这么大的麻烦。家里现在只有5两存银，前几天生病花了1两，只剩4两，剩下的16两银子该去哪里找啊？小狐狸在一边转着圈帮忙推磨，低着头不敢说话，因为我娘骂人的时候是看着他骂的，虽然不是在骂他，但总觉得那眼神看着瘆得慌，他吓坏了。山上有值钱的山参，要是能摸一根来卖，肯定很值钱。我见过采参人去找人参。主意倒是挺好的，但是人参不好找，若是人人都能找到，那大家都发财了。你会找吗？不会。那你还会个啥？不过我娘会。你竟然还有娘？我当然有娘，我娘可厉害了。他说可以请他娘帮忙找人参，大半夜就去了，只是等我们都睡下，他又悄悄回来，趁着我上茅厕的时候，叫我同他一块儿去。娘很凶，我害怕。真是个胆小狐狸。我拍着胸脯说陪他去，找了个筐子，拿了砍柴刀，就同他一块上山去。大半夜的，山上黝黑黝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变回狐狸样子，在前面探路，回头的时候眼睛绿油油的。其实这场景挺吓人，但我就是不怕，因为小狐狸一直唠唠叨叨。如烟，你走快一些！你看，那是我撒过尿的地方，是安全的。我娘可好看了，就是凶了点，你肯定喜欢。他骗人，他娘不只是一点点凶，他娘有3条尾巴，体型巨大，堪比老虎，红色皮毛，油亮油亮的，确实好看，但眼神太吓人。我站在树下，很想拔腿就跑，但我吓得哆嗦，根本动弹不了分毫。赤离说过许多次了，我不是你娘。娘亲，你是红毛，我也是红毛，你肯定是我娘啊！闻言，三尾狐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了。我也瞬间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他娘，只是因为颜色一样，就强行把人家当娘了。那还要求人家帮忙，不把我吃掉就不错了。可赤离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，还在说：“娘亲，我去山下报恩，他家缺银子，您能不能帮我找根山参换银子？”三尾狐朝我瞄了一眼，眼神冰冷审视，还有着鄙夷。要山参，山参可不是那么好得的，须得用你的尾巴来换，你可愿意？没了尾巴，我不就死了吗？不会死，只是会永远做个小狐狸，一生不能修行，寿命只有20-30年。你想报恩，可报恩哪有那么简单，总要付出点什么。赤离抱着尾巴尖，在犹豫。凡人50-60年的寿命，他都觉得短，更别说20-30年了。我哆嗦着上前，摸到了他的尾巴上，三尾狐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，浑身带着危险的气息。赤离转头看看我，娘亲，我愿意。他话还未说完，我扯住他的尾巴就跑。愿意个屁！他竟然在骗你，这你也信？快跑！就为了16两银子，毁掉赤离一生的修行，是个人都做不出来。赤离还说可以商量，我叫他想都别想。大不了我们把那孩子带回来养。赤离却是个倔的，还在啰嗦，我直接给他一拳。再啰嗦，就不要你报恩了。他这才乖乖跟我回家，一路上委屈极了，好像我欺负了他一样。我还是觉得不放心，又叮嘱：记住，不管以后谁要你舍了尾巴都不可以。他点头，但看那傻样，估计心里还是不服气。看那傻样，狐狸都这么傻的吗？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找过来的娘，看到我俩完好无损，他松了口气。回去后就把我俩各揍了一顿。大晚上不说一声跑出去，你们真是主意大了。娘也觉得我做得对。赤离，你记住，绝对不要舍了尾巴和性命去求什么，
这是你的根本，什么恩情也没有你自身重要。我娘说的对，其实我不过是帮了一点小忙，赤离能帮我们扮成爹的样子，让我们少了许多麻烦，这已经很好了。可是那些银子该怎么办？虽然我们找不到山参，但山上确实有不少好东西，药材之类的也能卖钱。你带着我们去山上找，一点点存钱，总能存够20两。第二天开始，我们除了卖豆腐，就是上山去找药材。娘认识一些，赤离倒是认识更多，说是山上的野物都天生认识药材，知道什么草能吃，什么草吃了会死。我们3个在山上挖了半个月，赚了500个钱。然后有一天，山上湿滑，赤离和我一块摔了一跤，从山上滚下来。我娘忙着找大夫照看我俩，这500个钱又花出去了，还另花了300钱找草药，反倒赔进去300钱。因为伤了脚，我俩也不能去卖豆腐，又是少了许多进项。我娘在造房煎药，紧皱眉头。赤离低着头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很没用，要是我像娘亲一样厉害就好了。我娘摸摸她的头，叫她别想了。别想了，你才多大呀？这本就不是你的错，你能留在这里帮我们去卖豆腐，已经很好了。要是没有赤离，我们连卖豆腐的钱都赚不到，孤儿寡母的还会遇到很多麻烦，就连我爹的死都很难遮掩。春桃来要钱的时候，我娘只拿出来4两。我只有这些，你便是逼死了我们，也没得多，再宽限些时日。春桃看到我跟赤离都瘸着腿，忍不住嗤笑一声。便是如此艰难，也不肯娶我进门吗？你既然这般嫌弃我，为何要找上我，还许诺只要生了孩子就许我进门？你以为我愿意逼你？我只是想找个依靠罢了。我一个女人怎么活？她哭得难过，我娘也忍不住难受起来。毕竟这就是我爹造孽。春桃虽然不算好人，可一个女人在这世上又能有多少选择？我们如今凑不出足够的银子，我娘便想干脆把孩子留下。只是想想那孩子是我爹跟别人生的，而且他还要为这孩子卖了我，他就觉得膈应。第二天上山砍柴回来，娘却是一脸喜色，还有些恍惚。赤离，我碰到你娘了，3条尾巴，一身赤红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娘给了我这个，还给我一个做豆腐乳的方子。三尾狐给的是人参须，去药房一问，竟然是上千年的人参须子，卖了20两银子，不多也不少。春桃拿了银子，还依依不舍看赤离。你真的不要我吗？你就这般嫌弃我，连儿子也不要？赤离被看得害怕，一个劲说对不起。春桃嘲讽道：“你浪子回头了，还是好男人好相公，只有我是恶人。”他不是个好的，你也别再挂念。好在现在有儿子，你好生把孩子养大，也是个依靠。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还用不着你可怜。实话说吧，我已经给这孩子找了个爹。柳文才，你儿子就要叫别人爹了。等他走了，我娘还在叹气，都不容易。要不是没办法，哪个女人愿意去做暗门子？娘，你怎么还同情起他来了？我爹还为了他要卖我呢。那是你爹造孽，怨不得旁人。希望那男娃不要像你爹这样吧。春桃后来真的嫁人去了，那孩子也叫了别人爹。而我娘用三尾狐给的方子开始做豆腐乳，一种红色腐乳，一种白色臭腐乳。虽然闻起来味道有点怪，但是吃起来很不错，卖得很好。她去订了很多陶坛子，一小坛一小坛装好，还能卖给商行，价格也更高，比之前卖豆腐赚得多。家里的日子总算是好起来。我娘说不能白拿了人家的方子，每个月都会托赤离带一只鸡上山送给三尾狐吃，算作报答。赤离很是高兴，只是去了几次就不去了。他漫山遍野的也没找到三尾狐，后来多番打听才知道已经搬家了。他很伤心，难过了几天，连烧鸡和红烧肉都吃不下去。半夜里，他抱着烧鸡哭：“我娘也不要我了。”你娘许是修行去了，你也好好修行，你们活得年岁长，总能再见面的。赤离难过得快，高兴也快，很快又振奋起来。去灶房里把剩下的红烧肉跟烧鸡都吃了，撑得肚子滚圆。只是过了几天就电闪雷鸣，看起来像是要下雨了。大冬天的下雷雨实在是奇怪，赤离十分警觉，耳朵都支棱起来。是天雷，有狐狸要渡劫了。他想到什么，朝着山上跑去。我跟娘一琢磨，也是明白过来，跟着他跑上去。我们到半路的时候，天雷已经劈了下来，咔嚓一下落下来的时候，感觉大山都在震动。原来这就是天雷，这么凶险。
不得赤离那么害怕。然而，就算害怕，赤离还是跑得疯快，我跟娘也赶紧跟上，很快便到了天雷落地的地方。平日里高大威猛的三尾狐，此刻却像个小幼崽一样缩在地上，随着霹雳声不断哆嗦。它漂亮的皮毛已经被烧得焦黑一片，尾巴也被劈坏了一条。赤离冲了上去，娘，滚！咔嚓一声，雷光将他们掩盖，我忍不住也冲了上去。就在我扑上去的瞬间，娘也扑了上来，使劲将我往外扯。但是天雷已经落下，我们一块被雷劈中，天雷落在身上，很疼。从小到大没这么疼过，但娘亲紧紧抱着我，将我整个埋在她怀中。赤离也在身下，哼哼唧唧。再然后，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三尾狐、赤离和娘亲都在看着我，两只狐狸又恢复了精神，双眼晶亮。娘亲脸上带着泪痕。我起身摸了摸身上，感觉暖洋洋的，连之前被爹打的旧伤也不疼了。你怎么当娘的？怎么能带着孩子涉险？你不也是吗？为了不连累孩子，避着他，躲着他。娘亲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我不是，算了，随便你吧。真是个傻瓜，一群傻瓜。赤离高兴起来，扑到他怀里。后来三尾狐跟我娘说，赤离的娘亲是个傻狐狸，年轻时喜欢上一个书生，心甘情愿追随，为他操持家务，照看全家。结果书生考上功名，就舍弃了他，找了修道之人，污蔑他是妖孽纠缠，将他收了。可他那时候已经怀了赤离，在重伤的时候产子，那道士看出问题，不忍杀他，将他和赤离带回山上。他重伤难愈，没多久就去了。赤离在山上到处乱跑，遇到了三尾狐，以为是他娘，总是跟着。这孩子的娘傻，他必然也傻。我不想要这么傻的孩子。你若是真的想舍了他，有千百种办法。一个活了300年的三尾狐，怎么会舍不掉才几个月的小崽子？三尾狐深深看我娘说道：“赤离比他娘幸运。”娘跟我说，她之前不肯帮忙，就是为了试探我们。若你当时真的让赤离舍了尾巴换人参，估计就死在他手上了。后来见我们真心待赤离，即使活得艰难，也没舍弃他，更没想过用他换好处，三尾狐才肯帮我们。娘说还是得谢谢人家，三尾狐给了我们一颗大人参，据说是500年的好东西，感谢我们帮他渡劫。我杀过人，若不是你们，这一次我便死了。上天不公，不管杀了谁，都要赔上性命。那你杀了谁呀？哼。他哼了一声，看向赤离的方向。我心中有猜测，但也没有说出来，更没有跟赤离讲过。从山上回来后，日子还是照样过。娘把人参藏起来，咱们现在做豆腐乳赚的银子够用，就不必动这人参。等以后有什么难处再拿出来。人参难得，还能救命。没有了，可以找娘亲再要。等我长大了，也能学。傻孩子，人不能贪得无厌，自己赚到的用着才踏实。以后若是有人理所当然跟你要人参，要好东西，你就离这人远一点，知道吗？人总是贪心的，要了这个还想要那个。小狐狸还要活很多个100年，可我和娘不能陪他一辈子，必须让他长几个心眼。赤离很是懵懂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因为豆腐乳卖得好，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，盖了新房子，买了几亩地。娘亲年纪渐渐大了，做豆腐的事儿大多交给我和赤离，我也慢慢大了。很快到了18岁，因为家里日子好过，我爹多少算个读书人，很多人上门提亲，娘也觉得我该说门亲事。把做腐乳的手艺带过去，以后日子不会难过。娘，算了吧，我不想嫁人，万一遇见个我爹那样的呢？那就找个上门女婿。阿离怎么办？赤离在我家多年，早就处出感情，我们不愿让他这么快离开，他自己也不肯走。娘亲很发愁，不知道该怎么是好。我琢磨了一番，不如让我爹真的死了吧。我爹死掉，让赤离变成个年轻模样，给我做上门女婿。我娘只觉得这办法真是离谱。你喜欢阿离，要跟他过日子？不，就是跟现在一样，只是他假装成我相公。反正他一直想叫你娘，做了我的赘婿，就能名正言顺叫啦。我娘觉得头疼，让我去问赤离的意见。那我还要跟你生孩子吗？假装，懂不懂？他还是个孩子心性，哪里懂得生孩子的事儿？我如今看他更像看弟弟，哪里能让他稀里糊涂当了爹？三尾狐说过，赤离要100多岁后才算成年，相当于人类16、17岁。现在的他就是个孩子，相当于人类的8、9岁。还是一样过日子，一样吃红烧肉烧鸡，一样做豆腐吗？没错。那嫣儿高兴吗？高兴。
好啊，我给嫣儿做相公。说完就跑到我娘那里，扑到她怀里喊：“娘亲！”接下来，我们给我爹简单办了个葬礼。他就算是正式死了，虽然他不可能再躺进去，但我们给他买的棺材特别好，上好的木料，上好的石碑和坟地，这么好的地方就是不给他用。接着，赤离装作逃难来的穷后生被我家捡到，然后做了上门女婿。我们办了场简单的婚礼，请乡亲们来吃酒，很多人直接在婚宴上嘀嘀咕咕。十里八乡这么多后生不要，偏偏找了个野汉子，不知根知底的，也不怕把他们母女俩害死了。就是。我娘家外甥多好的人，都不嫌弃他抛头露面做生意了。他还嫌弃我外甥长得矮，不知好歹，还以为要找个多能的，结果就找了这么个小白脸儿。世离正在按照我娘教的跟人寒暄，听见这话，转头笑道：“没错，我脸特别白，嫣儿就喜欢我这个小白脸儿。”吃酒的人顿时愣住。原来是个傻子。这些人不过是眼馋我家的银钱跟大瓦房，想着把我娶了，我家的便都是他们的。如今不得愿，便在背后里诋毁，我才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们自己过日子，关他们什么事？成亲几天后，家里却是来了人，是春桃，还有她相公。那人叫许三，长得瘦巴巴，三角眼，满脸精明，盯着我家的大瓦房跟院子看。他把一个男孩往前面一推，去，叫姐姐。男孩8、9岁了，不情不愿的拉着春桃的衣服不肯上前。忤逆不孝的玩意儿，供你吃供你穿，让你干点啥你还敢违逆？他又一巴掌打在正心疼的春桃脸上。都是你教的好儿子，老子娶你真是瞎了眼，白养你们这么多年。不许打我娘！母子俩抱在一起，看着倒是新奇。许三被气笑了，指着我说：“小妮子，这是你亲弟弟，是你爹的种。如今你爹死了，这家里的东西该他继承才对。你们赶紧滚出去！”许三真是做梦，我怒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我爹的儿子？”许三让春桃说，春桃咬牙不肯说。许三顿时怒了，对他拳打脚踢。你爹生前的朋友都知道他跟春桃的事，到时候去告官，没你们好果子吃。劝你们赶紧滚蛋！他闹了一场，我娘让他尽管去告。尽管去告，活着的时候没认下的孩子，没有死了还认下的道理。许三回去后毒打春桃跟那孩子一顿，非要他们来要钱要房子。又过了几天，许三跟春桃一块来了，春桃跪下相求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男孩没来，看春桃惧怕的样子，想来是被许三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。春桃没办法，为了儿子只能相求。我跟娘还是不肯，说是这时候心软，我们便没了立足之地。许三怒了，上前来打我，我一时不察，竟被他打了2拳。娘来拉扯，也被打了。赤离出门去砍柴，回来刚好看到这一幕，气得冲上来，一口咬在许三的胳膊上。许三嗷呜一嗓子，惊吓得接连后退。你是妖怪！原来是赤离太气愤，眼睛变得赤红。许三嗷嗷叫着跑了，春桃还跪在地上。对不住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他抓了长明，还说要杀了长明，我真是一步错步步错。许三的事不解决，他还会来闹。我们帮你找到长明，你带着他离开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好，只要能救出长明，我走，我这就走。只要没了春桃和长明，许三也就没有了再闹事的由头。接下来，我便让赤离帮忙寻找长明的下落。他是狐狸，嗅觉灵敏，很快找到被关在地窖里的长明。地窖里憋闷，没水没食物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昏过去，差点就死了，送到医馆，好不容易才救下来。他太心狠了，到底是养了几年，怎么半点感情也没有？他眼中渐渐有了恨意，将长明托付给我们。麻烦帮忙照看3天，我很快便回来。我们跟长明大眼瞪小眼，只能将他带回去。只是到了第2天，便传来消息，许三死了。许多人都看见他喝醉了酒，跟春桃打架，不小心撞到墙上，墙上刚好有个挂干菜的长钉，就这么扎进脑袋死掉了。邻里跟我们讲这件事，很是唏嘘。你们知道吗？许三真是疯了，昨天还在街上大闹，说看见妖怪了，要找人来抓妖。将长明送回去后，我们倒是松了口气。许三死了，便再没人说赤离是妖怪了。想来他平时不着调，死前说的话也没几个人会相信。你过几日来，我教你做豆腐，好好过日子吧。闻言，春桃抱着长明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们都没再把许三的死放在心上。赤离，记住了，以后绝不能再咬人。
也不能再露出狐狸特性，会被人发现的。只是没几天，就真的有道士上门来。道士满脸大胡子，很是粗犷。啊！小兄弟，讨碗水喝。赤离傻乎乎让他进了门，还给了水。我和娘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在院子里坐着了。快，上山去砍柴，顺便带只鸡去看看三娘。我娘希望三娘能护住她。赤离点点头，拿了鸡和柴刀就要去，我也顺着挡在前面，还摸了根棍子，准备着随时给这道士来一棍子。别跑了，我不是来收他的。真是的，怎么跟你娘一样傻？你认识我？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。那你是我爹吗？你是不是傻？怎么可能？傻狐狸，我怎么会是你爹？你爹他呀，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赤离一点也不伤心，转头指了指我，就像嫣儿的爹一样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却狠狠点头，没错，一样的。那我跟嫣儿一样，都有个畜生爹，我俩有缘。这算个什么缘？道士看了看我们关切的样子，笑道：小狐狸比你娘运气好，当年是我对不住你娘，这次听许三说了，便觉得是你，这才来看看。这坠子带着不会被看出本相，以后也当心些。道士走后，我们彻底松了口气。春桃来学做豆腐，看到赤离的时候还觉得奇怪，总觉得你这女婿看着跟之前不同了，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同。春桃学会做豆腐后，她给我娘跪下，郑重道歉：对不住，多谢你不嫌弃，还教我本事。快起来，好好过日子，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。之后，她带着长明搬了家，省得她长大后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我现在有了手艺，也不怕饿死。以后的日子流水样过。我娘年纪渐渐大了，活到66岁，过完大寿就病倒了。赤离跪在床前求她吃人参。傻孩子，生老病死是常事，我走了，你们也好好活，娘这辈子有你们足够了。我将娘葬在爹坟头相反的方向，即使那是个空坟，也不愿意两人的名字挨着。又过了几年，赤离渐渐长大，成熟了许多。他是人跟狐所生，比一般狐狸长得快，这是成年了，他懂得男女之情了。可是我已经老了。大伙过日子这么多年，赤离却突然热情起来。他会摘花回来，买我喜欢的点心，还会帮我梳头画眉。若我还是20出头的姑娘，一定会心动，奋不顾身奔向他。可我已经50多，快60，没多少年日子好过，不能耽误了他。赤离，你若是喜欢上别家姑娘，我可以帮你看看人品。我只喜欢嫣儿，可我已经老了。嫣儿才不老，在我心中，嫣儿还是跟我一块砍柴卖豆腐的小姑娘。他将自己变成衰老模样，这样可是相配了。我忍不住笑，说半点不心动是假的。我被爹的事吓到，一生未曾想过真正嫁人之事。可若是真有个人满心满眼都是我又对他熟悉亲戚，又怎会不动心呢？我到底是没扛住诱惑，跟他做了10多年真正夫妻。10多年，我越来越老，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。等我油尽灯枯的时候，他抱着我让我不要急。很快，我便会去陪你了。不要做傻事。好。我知道他是骗我的，琢磨一番，我找到三尾狐询问，他才说赤离快要经历100岁雷劫了，怪不得，若不好好抵抗，必然会被劈死。这个笨蛋！过了些日子，他果然藏起来了。天上雷云滚滚，我循着方向找去，三尾狐已经在这里陪着他，他躲在坑洞里不肯出来，还叫他走。怎么跟你娘一个样，死脑筋！阿离，我来了。赤离从坑洞里出来，推着我走，可走到这里，已经用尽我所有力气，最终倒在他怀中。阿离，人有转世投胎，你若是还念着我，便等等我。我刚投胎，若是过得不好，你便去寻我，帮我撑腰，可好？我等你，我定然去寻你。他将道士送的玉坠子戴在我脖子上，我以此为信物，定然寻到你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被雷劈死，还是油尽灯枯死掉的，只记得死前还看到赤离的脸。雷劫过后，天空放晴，万里无云，真是个好天气。阿离还活着，真好。